在我们之前推出的关于3i Atlas 星际天体的科普系列视频之后，如今终于带来了激动人心的新进展，一条令人振奋的宇宙来信，为我们揭开了更多有关这位星际访客的神秘面纱。科学家通过精密仪器观测到，这位来自星际深处的神秘访客 3i Atlas 正在从距离太阳超过 3.5 个天文单位的遥远位置，以每秒40公斤的惊人速度喷出水蒸气。这个位置甚至远远超出了木星的轨道，是典型的深冷区域。通常在如此遥远、寒冷、几乎无法接收到太阳热量的区域，彗星活动非常罕见。因此，这次水蒸气的大量释放极有可能意味着这颗星际天体内部蕴藏着丰富而易挥发的冰冻物质。结合 NASA 的奥西里斯 Rex 等深空探测任务所提供的数据，科学家正在逐步拼凑出水在不同天体之间迁移的路径图，这将帮助我们理解水是如何从一个星球搬家到另一个星球，进而为生命的孕育和演化提供可能的条件。请继续观看本视频，我们将带您深入了解这一话题的更多科学细节。这颗彗星名为3i Atlas， 于2025年7月1日被智利的 Atlas 巡天计划首次观测到，旋即被确认为人类已知的第3颗穿越太阳系的星际物体。令人惊喜的是，在这颗星际访客被正式识别之前，美国的维拉鲁宾天文台已经无意中捕捉到了它的影像。这些事后发现的早期图像，为科学家提前锁定它的运动轨迹、预测亮度变化提供了宝贵的数据基础。一个关键的突破发生在2025年7月下旬，当时欧洲空间局的雨燕号空间望远镜利用其紫外光学设备，在彗星周围扩散的彗发中首次探测到了羟基，这是水蒸气分解后的标志性产物，意味彗星活动已开始升温。羟基的出现并非偶然，这是由于太阳发出的紫外线照射到水分子后发生了光解反应，水分子被分裂成氢和羟基。因此，在科学观测中，羟基几乎可以被视为水存在的直接证据。3i Atlas 此时距离太阳约为 3.51 个天文单位，换句话说，是地球到太阳距离的3倍多。而在这样的寒冷距离上发生如此规模的水蒸气释放，实属天文学中的罕见现象。相比之下，我们熟悉的太阳系内彗星一般要靠得更近，在2个天文单位甚至更近的轨道内才会表现出类似的活跃状态。因为那时他们才接收到足够的太阳辐射使冰开始升华。进一步的观测分析揭示出，这颗彗星以惊人的效率释放水蒸气，每秒释放出大约 1.35 乘以10的27次方个水分子，折合重量接近每秒40公斤，相当于一个大型热水器在极端条件下的连续喷发，可谓是太空中的水工厂。要达到这样的水输出规模，意味着彗星表面至少有19平方公里的区域在持续活跃。换句话说，这颗天体至少有1/5的表面像沸腾的湖面一样不断升华蒸发，向宇宙喷洒着水汽。相比之下，我们熟知的本地彗星活动范围通常只占据其表面的极小一部分，也许只有1%到几。3i Atlas 的活跃程度显然远远超出了常规范畴。更精细的近红外望远镜观测进一步揭示，在彗发中漂浮着大量尺寸较大的冰粒子，这些冰块并不是简单的从彗核表面剥落，而是有可能在脱离母体后，在太空中直接升华，成为水蒸气输出的另一股重要来源。颇具悬念的是，在3i Atlas 的早期光谱数据中，我们并未发现常见的彗星气体如氰化物 CN 或一氧化碳 CO 的明显痕迹。这种化学沉默也许暗示着它与传统彗星存在根本性差异。科学家推测，这种化学成分的缺席可能意味着3i Atlas 来自一个碳挥发物相对稀少的星际环境，又或者这些物质被厚厚的冰层深埋，尚未因太阳加热而释放出来。无论哪种可能，2025年10月，当它抵达距离太阳最近的近日点时，将是验证这一猜想的关键时刻。
如果3I Atlas 在未来的接近过程中仍然只表现出水蒸气，而不释放出其他挥发性气体，这将强烈暗示其具有一种非典型的化学组成，可能代表一种在星际介质中形成的独特物质环境，甚至可能颠覆我们对彗星成分的常规认识。但如果后续探测发现如氰化物或一氧化碳等气体的排放，那么3I Atlas 可能会与此前的星际访客 2I Borisov 相呼应，提示不同恒星系统在物质形成与演化上存在令人惊讶的共性。3I Atlas 就像是一位擦肩而过的过客，短暂地揭示了另一个恒星系统的冰水秘密。而相比之下，美国宇航局的 OSIRIS-REx 探测器则像一位耐心的考古学家，长期驻守在小行星贝努旁，为我们本星系的水循环和有机物演化绘制出详尽的时间轴。奥西里斯 Rex 探测器于2016年成功升空，在2018年精准抵达目标——神秘而危险的近地小行星贝努，编号101955。这颗小行星不仅体积极小，却有着令人不安的未来轨迹。科学预测它将在22世纪末接近地球，其撞击地球的概率虽为2500%，但在天体碰撞的尺度上，这已是相当高的风险。为此，探测器在贝努轨道周围工作超过2年，对其地形、成分、物理结构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详细测绘，几乎像是在为未来地球的安全做一次远程体检。2020年10月，这项任务达到了一个高潮时刻，奥西里斯 Rex 成功完成了接触采样操作。它轻轻触碰贝努表面，仅用几秒钟就捕捉到了足够的尘埃与岩石样本，并将这些宇宙化石安全封存在一个密封舱中，等待带回地球展开深入分析。这颗承载着太空秘密的小舱，最终于2023年9月24日如约返回地球，降落在美国犹他州的沙漠之中。降落过程一切顺利，宛如一次完美的太空投递，为科学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样本资源。回收后的样本总量约为250克，超出预期。实验室分析结果也十分令人振奋，其中不仅发现了氨基酸这类生命的基石分子，还包含了一些只有在液态水环境中才能形成的矿物质。这些发现无疑为生命物质是否可能源于宇宙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添上了关键一笔。更令人惊讶的是，在一些微小颗粒中，科学家还探测到了远古时期盐水存在的化学印记，暗示着贝努的母体天体在数十亿年前内部曾经流动过液态水。这一发现为研究水在太阳系早期如何渗透进小天体提供了重要证据。这种岩石与水之间的化学交互过程，实际上创造了一种化学温床，一个或许适合形成复杂有机分子的环境，为生命的早期构建模块提供了天然实验室。也许这正是生命在宇宙诞生的关键步骤之一。这一系列发现进一步支撑了一个越来越被广泛接受的假说：地球早期并非孤立发展，而是得益于无数次小天体的宇宙快递。它们将水、氨基酸等有机原料源源不断地送到地球，为后来的生命奇迹打下了化学基础。贝努所携带的水和矿物就像是一个被封存了数十亿年的时间胶囊，它保留了太阳系形成早期的化学与地质信息，让我们得以像侦探一样逆向推理出远古宇宙的演化线索。把贝努与3I Atlas 并列观察时，我们仿佛看到了一场横跨时空的对话，一个是静止的过去，冻结在岩石里的远古水化学反应，另一个是动态的现在，正向宇宙喷涌出水蒸气。这种时间与空间上的互补视角，为我们拼接起一个更完整的水循环图景。通过对比研究3I Atlas 的短期水蒸气喷发行为与贝努中封存数十亿年的水和矿物，科学家们能够跨越时间与空间的鸿沟，深入理解水在极端环境下的行为模式，以及它在不同时代、不同类型天体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成功完成贝努任务之后，这艘经历丰富的太空探测器被赋予了新使命和新名字 OSIRIS APEX， 意味着它即将展开全新征程，目标锁定为另一颗广受关注的小行星阿波菲斯，它将成为科学探索的新前沿阵地。阿波菲斯将在2029年近距离掠过地球，其飞行轨道甚至进入地球同步轨道范围之内。
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擦肩而过。如此接近，将让科学家首次有机会亲眼目睹地球引力对小天体表面乃至内部结构可能造成的扰动效应，相当于一次宇宙级的近距离互动实验。虽然初步分析显示阿波菲斯可能不像贝努那样拥有丰富的水和矿物质，但 OSIRIS-APEX 仍将通过近距离勘测，追踪是否存在早期水活动留下的地质痕迹，哪怕是最细微的迹象，也可能揭示水曾在这颗天体上留下的踪影。通过对阿波菲斯和贝努的成分进行系统比较，科学家可以评估不同类型小行星之间的水岩石交互是否具有普遍性，进一步揭示水在早期太阳系物质演化中的通用语言。这项任务不仅延续了对小行星的深入探索，也成为对3I Atlas 等星际访客研究的有力补充。一个关注跨星系的冰水流动，一个专注于太阳系内部岩石结构中的水痕，两者共同为天体演化描绘出更加立体的画卷。无论是贝努岩石中静默封存的矿物水化过程留下的痕迹，还是未来阿波菲斯在近地遭遇后表面发生的变化，亦或是3I Atlas 在深空中活跃释放的水蒸气，这一切数据拼接在一起，就像一张宇宙水循环的拼图，让我们逐步还原水在整个星系中迁徙、沉积、蒸发再分布的全过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3I Atlas 的行为将成为全球天文学界密切关注的焦点。我们将见证它是否继续以水蒸气为主导，或开始释放出更多种类的挥发性物质，如甲烷、氨或一氧化碳，从而揭示其深层结构与成分的更多秘密。与此同时 ，OSIRIS-APEX 的新任务也将挑战一个极具前沿性的科学问题。当一个小天体在强大天体引力作用下近距离飞掠时，其表层是否会松动？内部结构是否会重新分布？这将模拟一次不发生碰撞的引力接触实验，检验小天体的稳定性和潜在演化机制。无论是 OSIRIS-APEX 追踪地球附近小行星的地质演变，还是对星际访客3I Atlas 进行遥远观测，这两项任务都指向同一个终极目标：揭示水从恒星系统起源时期开始是如何一步步参与到行星的形成、地貌塑造，乃至最终可能催生出生命这一宇宙奇迹的全过程。水这个元素，无论是静静地封存在数十亿年前的岩石中，还是以蒸汽形式汹涌喷发在星际深空中，它都是宇宙中无声的叙述者，讲述着小天体如何诞生、演化与消逝。3I Atlas 展现的是一场彗星的短暂表演，而奥西里斯 Rex 则带回了埋藏在古老小行星内部的时间纪念品。这两个天体，一个动态，一个静态，犹如宇宙研究的两面镜子，共同照见了水如何从冰冷的起源，一步步塑造出宜居世界的潜力。水不只是生命的载体，更可能是宇宙中播种生命希望的邮差。随着观测与任务的不断深入，我们正逐步拼凑出属于宇宙生命的密码图谱。请继续关注这些星际线索，它们可能就是通往地球之外生命真相的关键门扉。感谢您的收看，科学的旅程从不止步，而所有伟大的发现正是从一个为什么开始。保持好奇心，让我们一起继续探索星空背后的故事。